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节目，我是廖健。今天节目中呢，要跟大家分享是一支全新的镜头，也是我刚刚前不久拿到的一支国产品牌延时星的75毫米 f4 的这支镜头。但是这支镜头呢，并非是我们35毫米相机上使用的，是中画幅相机覆盖4433这样一个中画幅传感器的中画幅镜头。相信大家了解4433底，会知道一个换算的倍率，也就是我们将焦段转化为标准35毫米的焦段，这支镜头呢75毫米除以 0.8， 差不多应该是93左右。这支镜头呢，延时星跟我说他们有2个版本，一个是富士的 GFX， 还有一个呢是哈苏卡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主流的4433底的中画幅相机，这支镜头它都有覆盖。我现在手中的呢就是延时星75毫米 f4。这样一支镜头搭配的是富士的 GFX 50S 这台相机，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体积其实还是不小的，就中画幅还是有中画幅的体积以及重量，以及这支镜头它自身的重量。这支镜头给我的感觉是它上手真的是有分量，因为它是全金属的材质，真的对得起 GFX 整个的这样一个体积，它们放在一起就特别的契合。单是这支镜头，它就有634.5克，也就是1斤多，因为它的确挺压手的，也挺压肩的。无论你是斜挎着背过来，还是一直手持，就是这是一个你不能忽视它重量，它时刻提醒你在背着它负重前行的这样一个组合。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单对于这支镜头，我觉得它在国产品牌里，它的做工是非常不错的。你会感觉到它的质感，以及延时星它舍得用料的这样一个工艺。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整体的设计呢，还是简单简约，一个对焦环，一个光圈环，而且光圈依旧是采用无极光圈的设计，你在光圈变化的时候可以平滑自然。当然，这一次它的最大光圈标注的是 f4， 最小光圈是 f16。但是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次的光圈环上呢，在 f4 的左边，其实还有一个小黄点儿。当我们具体去看它的光圈叶片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它实际上最大拧在小黄点处的时候，它的光圈比 f4 还要再稍微大一点。就关于这个小黄点，我跟延时星的人去聊，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他们说最早是想做得更大一些，然后也跟很多的摄影爱好者跟群友去聊，他们建议就是这样保留。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支镜头的特色吧。其实标注的是 f4 的 f16， 但实际上你会获得一支比 f4 再稍微大一点光圈的这样一支镜头。然后我们去看它的对焦环，它的对焦环依旧是手动镜头的顺滑，它的阻尼我觉得还挺舒服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它的对焦行程是非常长的。很多人说对焦行程长，我的手动对焦就会越来越精准。而这一支镜头虽然它是手动对焦镜头，但是我觉得在我整体的街拍的使用中，我会拍一些人，拍一些动物，我甚至用这支镜头搭配这台机器去打鸟。它的对焦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准的，也配合富士这台机器，我看到峰值，我觉得合焦了，马上按下去，它是会给我一个依旧果断的反应，以及我去回看的话，焦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很多人说老生常谈的问题是自动对焦快还是手动对焦快？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延时星会做这么一支手动对焦的中画幅镜头？难不成你是觉得富士对焦真的慢吧？但是使用这一支手动镜头，我觉得对焦起来是非常的精准跟迅速。说回这支镜头，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 0.82 米，我觉得以它这样一个焦段，75毫米的中画幅的焦距，一定距离的物体的时候是 OK 的。但比如说我想用中画幅去表现我眼前的一些小景的时候，那这样一个对焦距离我就觉得会稍显局促。比如说我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我就想拍我眼前的东西，我可能会把相机举高，我可能人会走远，这样呢就会一定程度上去限制我的拍摄的位置，以及让我的拍摄会变得一些局促。但是也没办法，因为这样一个焦段嘛，它 0.82， 你只能去不断的去接受它。整体就是这支镜头它整个的参数了。我觉得具体拍摄怎么样呢？看我这几天出去拍的一些照片，以及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些样片它所带来的中画幅相机上的分辨率。
位看了我这几天出去拍摄的街拍也好，还是景物跟风景也好，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支镜头配上富士，尤其我套用的是富士经典的 NC 滤镜所拍摄的这样一些夏季的城市、夏季的北京、夏季的绿色，你们会觉得这样的表现怎么样？其实我在使用岩石星这一支镜头和这样的组合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虽然沉啊，它这个组合真的沉。如果你街拍的话，没有一个好体力，的确还是挺难支撑的。但是我陆陆续续也走了很远的地方，我觉得如果你习惯了，你能够接受它的重量，而且这种东西你也不能说扔就扔在那儿，你依旧可以坚持去走完你的拍摄的道路。但是我觉得啊，说回整个这支镜头给我的体验，我觉得包括上一次去体验岩石星的产品也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奇怪的感受，就是它给我的体验是非常线性的，是那种正向线性的，是一条线慢慢的上去。就是你可能在拿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是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如果你在慢慢的去了解、去熟悉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会给你一个很正向的反馈，会让你觉得用起来越来越顺手，就是你的上手会很快，不像任何一支陌生的镜头，你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跟它进行一个磨合。那我觉得这支镜头，包括岩石星的产品，都有一个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会让你体验慢慢变得越来越好。而我觉得这支镜头呢，无论是从它的边缘还是从它的中心位置，我觉得画质呢是在F4 也是可以接受的。在 F8 和 F11 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到一个很好的画质。而且我如果全拧到 F16 去拍摄呢，这支镜头它的暗角也完全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它的最大光圈的画质呢，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我这几天去拍摄呢，基本上我是固定我的感光度和我的快门速度，然后剩下的东西呢，我全靠去进行光圈进行一个曝光的调整跟调节。所以大家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各种光圈值都有的。我有 F4 全开的，我也收到过 F16 去拍摄。所以我觉得各种类型的光圈值我都去感受过跟体验过。整体来讲，这一支镜头沉是真的沉。如果你们能有室内人像，如果你们想练习一下手动拍摄，可以去尝试跟体验一下。毕竟你如果觉得有些品牌自动对焦不靠谱的话，我觉得手动对焦也不尝是一个解决方案跟一个办法。这支镜头呢，他们说8月18号8月中旬左右他们会上市，我不知道上市的价格会是多少，但如果以岩石星这样的做工、这样的品质以及它主打的性价比能够大家能接受的话，这支镜头供大家考量跟选择。我觉得使用这几天，我觉得焦段不错啊，富士的胶片模拟的表现也让我非常喜欢。我发了一些图到朋友圈，很多人看了说，哎，富士的色彩不错。其实，在上一次我去体验岩石星的40毫米的那支 M 卡口的镜头的时候呢，我就有感觉，他们会把镜头做的能吃下很高的像素。所以这一次呢，他们终于对4433D 下手了。上一次的那个镜头，他们说也可以完全吃下4433没问题。但这一次呢，我使用单独为4433去设计的这支镜头，我觉得画质也是让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使用的这一台，它仅仅是 GFX 50S。如果你们上 GFX 100这样一些更高像素、上亿像素的相机去拍摄、去体验的话，我觉得这支镜头呢，应该会给你一个更高的分辨率的画质表现，也给你更大的二次构图的空间。所以你看，这一台5000万像素的 GFX 50S 就已经能够有这样的表现了。我觉得他们在1亿像素上应该表现不会很拉胯吧？我还挺相信岩石星的表现的。所以这就是这一次我外出去体验拍摄。这一支4433画幅中画幅的岩石星的75毫米 F4 这支镜头，也谢谢岩石星能够给我体验这支镜头，我觉得整体的表现都不错。同时，我要郑重的去感谢能够提供给我富士 GFX 50S 这台相机的摄影师魏白，我的好朋友摄影师魏白，谢谢你把相机借给我。我觉得整体从做工、从表现、从使用操作的体验，以及它的画质表现、它的种种综合表现，我觉得岩石星依旧是在认真的去做这个镜头。还是像我之前说的，它会给你一个很正向、很积极的反馈。我希望这样一个国产品牌呢，能够在各个领域、各个不同的卡口，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以及更好的画质表现，以及更好的性价比。所以你们觉得这支镜头怎么样呢？如果你们手里有中画幅的相机，你们会不会去选择去购买一个应该是有性价比的这样一个手动对焦这支镜头75毫米 F4？你们说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我是廖健，我们下期见，拜拜。